小弟听说，面结如面君，天子荆节当面，三军俯首，将帅屈膝，怎么到了此地，却改了规矩？你这小子，好不识趣儿。天子是太尉和令公们立的，而太尉和令公，又是咱们这些厮杀汉推戴起来的。也便是说，咱们这些臭丘巴，是令公和太尉的恩人，也便是天子的恩人。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是。天子给太尉和令公们荆节，那是为了报恩，岂是让你们这帮人拿到军中来耀武扬威、作威作福的？公元907年，宣武军节度使朱温篡唐，建立后梁，统治中国289年的大唐王朝正式灭亡。自此，中国历史进入了纷乱不休、民不聊生的五代十国时期。公元923年，河东节度使李存勖攻灭后梁，建立后唐。短短13年后，新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以割让燕云16州为代价，向契丹借兵，攻灭后唐，建立后晋。石敬瑭为了得到契丹的支持，不惜拜比自己小10岁的契丹主耶律德光为义父，成了遗臭万年的儿皇帝。连年战乱，田地荒芜，礼崩乐坏。后晋天福年间，关中大旱，饿殍遍野，征粮的铁蹄踏破村落，如同诗人韦庄诗中所记：“6军门外已将失，100万人家无一户。”张义军节度使张彦泽太尉军令安定县，所进诸户，每户数均资1担，粮食不够，用肉来凑。不要！副帅，晋元4州有38000户百姓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以民为食，此君为野兽。没用的货，老子咋养出你这样的窝囊废？你杀还是不杀？再不杀，老子就杀了你当军粮。儿子的命是父亲给的，父亲要杀就杀，只求父亲能饶了这些无辜的百姓。大郎，你既见不得他们吃别人的肉，便割了自己的肉，喂饱他们。佛祖，我儿慈悲，与效仿你，割肉以示同袍。好啊，正是。不想在。放了他。太尉息怒啊！大衙内天性纯孝，还请太尉开恩呐！我不止这一个儿子。荆元军，上面二郎，皆是我的骨肉。谁饿死我的骨肉，我便磨碎他的骨头，做军粮。
把天子赐的荆节取出来。军中只听得太尉军令，听不得其他。如今太尉不在营中，便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得在这儿乖乖候着。还请这位兄弟知晓通报，侍卫秦军副都虞候赵弘金持节在此，只为提调张义军、节度长书记张师回宫勘问。天子诏令，不得轻忽啊！天子，他说天子，认识吧？认识。阿爹，这么汉子也不是办法，我给他定两份马蹄金试试。大郎，这是一镇节帅的原文，不可孟浪胡闹。两位哥哥，请了。小弟有一事不明，想请教哥哥。小弟听说，面节如面君，天子荆节当面，三军俯首，将帅屈膝，怎么到了此地，却改了规矩？你这小子，好不识趣儿。天子是太尉和令公们立的，而太尉和令公，又是咱们这些厮杀汉推戴起来的。也便是说，咱们这些臭丘巴是令公和太尉的恩人，也便是天子的恩人。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是。天子给太尉和令公们金节，那是为了报恩，岂是让你们这帮人拿到军中来耀武扬威、作威作福的？都别动！听你们哥哥的话，不要乱动。弟弟我气力小，手也不稳重，我伤了你们哥哥的性命。请张义军节度使张书记张氏出来，天子有话要问。不知天高地厚，不长这些东西。你是张氏，你的密奏，朝廷已经收到了。阿爹，阿爹，有追兵，听题上至少一个队。大长大，走。
我是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虞候赵弘殷，回京复命，速开城门。此时的赵匡胤，连一个殿前承旨的官身都尚未取得。作为一名以节度使为人生目标的将门子弟，他无法想象，天下间竟然还有张彦泽这般毫无人性的节度使。他不明白，这头残暴的野兽是如何执掌一镇权柄的。他更不明白，面对这样的恶行，大殿内的君臣们又在议些什么？大衙内被太尉一刀割喉，当众烹了大衙内。虫魔寨骨肉糜，那是皇朝，不是朕的节度使。事涉国家重臣，儿臣以为理应查问清楚。此人构陷朕的节帅，离间君臣之意。荐送荆州，交由张彦泽自家处置。陛下，下官所言句句属实，请陛下明察。请陛下明察，陛下。请陛下明察，陛下！赵弘殷，末将在。你办的好差事啊！末将万死，末将万死！你也是同光元年当差的老人了。罢你为指挥使，留侍卫亲军司听命。谢陛下。我想不通，这样还有天理，还有王法吗？就因为他是节度使，因为他手里捏着1万多兵马，这就是天理，这就是王法。当兵的做了太尉，连自己儿子都吃得下去，畜生都不如。大郎，我没说错吧？爹给你找了一个浑家，是你贺伯父家的三丫头，早点把婚事定下来吧。朕一向诚信守义，契丹出于道义救了朕，那朕就应该诚信守约来报答。现在安重荣要打契丹，是想陷朕于不义，这仗是不能不打了。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顺国节度使杜重威境内扩谷得100万户，只上报30万，其余皆入私囊啊！吴越国的共赋已经在路上了。对，朕还有吴越国。吴越国东面临海，南面与闽接壤，其余国境皆被强邻南唐包围。为求存续，吴越前世世代奉行善治中国之策，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，以保境安民。中原政权已借此在东南牵制南唐。在此战略之下，吴越国专注内政，发展民生，在乱世中维持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。去岁在建州，大军没了粮草，惨遭败局，成万的兄弟死在了那里。我们这些活着的弟兄就是想不通，中原那个丢了燕云16州的儿皇帝一句话，大王就把粮草都送了过去。为何我们讨个饭吃，兄弟们都不得歇着？这是何道？外甥日子过得久了，长脾气了，竟敢在这里妄议大王的教命。
同郡参见胡令公。老令公这话，我等可担待不起。亡命黄华，谁敢轻忽？只是为了替去载出生入死的弟兄，好要些赏赐而已，才得与大郎君分说明白。老令公是军中元荣，此中的情弊，自然是晓得的。你是天福2年部的军纪，今年也有65了吧？回老令公的话，末将是7月的生日，全马齿66了。当年徐载寺之乱，惹得先王好生狼狈啊！还是当今大王为父分忧，去宣州田家，做了上门女婿，这才收拾了首尾。我记得那时候，府上人人为难，不肯跟从。大王去宣州的时候，身边只带了你一个长随。往事依依，死之令人唏嘘啊！替大王分忧是咱们做臣子的本分。你是个忠心的，自然不会让主上为难。将周平伯爵一家拖出去，斩了。哎，老令公，哎，大郎君，大郎君，末将不服，末将不服，大郎君。令公，军中这些酒吧，畏威而不怀德，承平日子过得久了，难免被拦懈怠。令公他这。大王既许了你兵权，郎君不可妄自菲薄。是。你看着胡进思把周平给杀了。事情发生太突然，儿臣来不及阻止。周平当年跟着孤去田家的时候，孤曾允诺过他，若是能活着回去，此生定护他周全。周平聚众讨要赏赐，祸乱军心。吾素望遗训，勿伤手足。兄弟之情，断了手足，难再续。传我的令，开内库，厚葬周平，连夜补发赏赐。内库为王上私产，不由户部、外府节制，不奉王命，一卷一厘亦不能支纳，职责所系，请记疑，恕末将无礼。都将须看清楚了，这可是大王手教，末将粗鄙，便不得硬要真伪。已遣都校去请内衙戴太尉来此，请记疑稍后。王命如火，恐不能稍待，便不得真伪，请恕末将不能奉教，得罪。戴太尉不到，但有1人进得门前10步，就地格杀。若来的不是沈文启，万事皆可推他。此人智略过人，我此时现身此处，他定然生疑。程昭院的杀才如何还不到？已经派人去请了。
事发猝然，都将都监潘东主如大旱之盼甘霖，还望东主随下官速速进宫。库里没有足数的纯色绢帛，我去了也变不出来。东主，此事干系天大，若被人揭了盖子，不要说下官、都将、都监，便是几位太尉都难逃罪责。都将何能独善其身？纯色的不够，杂色的凑齐便是。去吧。那杂色的能凑齐吗？飞绿和靛青都凑上的话，当时能凑齐。只是那还只是个屁呀！现在都已经火烧眉毛了，哪还有那么多顾虑？打开药饼、药丁、药物3间库房，准备好木箱子。诺。下官东府安抚使司主管金义文字沈文琪参见胡令公。快中去了，快出来！末将何承旭对老令公请安。谁给你的胆子？敢在王宫内公然抗拒王命？请老令公息怒，末将知道错了，实在是戴太尉曾有严令，厉声院违法。几十年前老王起兵的时候，老夫便是内衙左校了。白云他娘还没曾出过门子，你拿他来压我？末将吃了中央谋了心，实在是罪该万死，甘愿感受老令公责罚处置。亡命如山，耽误了时辰，误了大事。老夫当着各都将士的面，架起大火炖了你。末将罪了。你们这群瞎才，还懒在那做甚？还不快翻出来！快点！快点！末将早已准备齐当，不敢误了申级公事。何都将，本官未曾入库亲自拣选，收据回执要缓些时候给你了。末将醒得，公事要紧，收据回执，不劳申级辛苦。3日之后，末将自己登门去取。这些绢帛有何不可呢？历来赏赐军卒，所费绢锦皆为黑灰两色，即便颜色再上一等，也至多为青色。绯、绿、靛青皆为品级所用，庶人用之为僭越。也是，5品以上服绯，6品、7品服绿，8品、9品为靛青。其一，历来赏赐皆为纯色，此番兑换杂色，殊为有异。其二，下官手持王命，而其竟敢抗命，一直拖到胡令公亲来，这才领命，其胆大妄为，令人诧异。其三，历来出赏都是各衙司入库拣选，自行包裹装箱运，他却没容下官入库，直接装好送了出来，平白搭上几百个木箱子，这些可都是要在账面上销账的。难不成这些箱子钱他自家垫了？其四，历来出赏都是出账即签收据，他却连凭证都没当面要，口称日后自己来取。此事虽然方便，却不合规矩。事情明摆着，这是闹了家贼了。到底怎么回事儿？实在是末将吃了猪油，蒙了心。这等唬了外人的鬼话，说给沈文琪听听也就罢了，拿来搪塞老夫，你当真是活得不耐烦了？内衙诸军向来是太尉管着，如今平白冒出个内外马步诸军都统军使来，未曾知会太尉，便要打开内库。末将也是心中惶恐，忧心坏了太尉的军法规矩，这才做下了糊涂事。你半分都不糊涂，
你是聪明的过了头。统领秦魏第一都不过2年的光景，你便在西湖边上置了2处3进的院子，娶了9房妾室。你当老夫眼睛瞎吗？末将实在不敢欺瞒老太尉，任都将以来，受了外官不少孝敬，只是有2条，只手不敢有亏，营中粮饷不敢克扣空额。若是犯了这2条，末将情愿万箭穿心。敢不敢？犯不犯？不是你这张利口说了算。你将内库2年出入的账籍送到老夫府里来，你死不死，总要查验清楚，才有公道。谨遵老太尉君命。欺上瞒下，鸡鸣狗盗。何承训不过一介都将，公然倒卖王家私产，胆子实在太大了些。内库资助绢帛珍宝万千，都是寻常人家难得一见的东西。但凡流入市面，东西两府各处州县地方官吏岂能无所察觉？如何能做得滴水不漏，上下不闻？大堂兄，如愚公，这箱子你们可曾见过？这箱子怎么了？官府藏运绢帛用的都是大箱子吧？东府库藏所用的箱子，皆是长宽3尺见方的大箱子，确实未曾见过这等长3尺、宽1尺的小箱子。这就对了，这小箱子我却常见。西府城中18家挂山月社招牌幌子的门面铺子，所售卖布匹、绢帛，均用的是这等小箱子。九老，此事干系非小，你切莫卷进来，开开心心的当鱼帐子便好了。小弟醒得了。